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晚的读书会呢，再度来到问与答的环节啊。那这是大哉问的第19讲啊。那今晚一样有一个提问啊。那为了把握时间呢，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了哈，因为今天的解答会比较详细一点，比较多一点啊。好，第一题啊，有新进的医师志工了哈，他是医生，他参加志工了哈。有新进的医师志工，在参与多次的跨国义诊之后呢，都觉得都是在援助国际的难民呐，他比较想帮助自己国家的国民呐，所以就起了矛盾的心啊。甚至这位医师呢，也疑惑自己所捐的善款呢，是否有去对的地方，也开始呢少来参加活动了啊。请问要如何向他说明呢？这个就是呢凡夫心呐啊，也是平庸之人的庸人自扰。各位都还记得啊，1999年的8月，土耳其发生大地震啊。慈济在街头呢劝募啊，一些台湾人就质疑说，为什么慈济都不救台湾，都在救海外、救国际？结果不到1个月哦，也就是同年1999年的9月21号啊，就发生了921大地震，才1个月而已啊。换成慈济人呢，要救台湾呐，而且救得没完没了啊。这个发好愿啊，会有祝福的力量啊。发坏愿呢，或诅咒自己呢，也是会有诅咒的力量哦，要很小心的。医生既然发心要救人呢，就不要去执着说一定要救自己国家的人啊，或去分别说救什么人救哪一国的人啊，不要有这样的分别心呢啊。既然要帮助人呢，就要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帮啊，谁有需要就去帮谁啊，没有分别心呢。这样才是大爱，清净无染的大爱，而不是私爱、私情小爱。私情小爱有烦恼，常情大爱是清净的。也有人呢发愿要捐棺材啊，我们在这个菩萨道上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形哦，有大德要捐款，要行善助人，他说我要这个钱要捐来，让往生后没有钱买棺材的人去买棺材啊。那这是等人死后呢，才要去帮助人呐。那这么多活着的人有需要，你就要先去帮了嘛。不要指定说只捐棺材。那也有人呢捐善款呢，指定说我就是要帮助孤儿，其他我不要。虽然这样做呢，这总比没有帮助人来得好啦。但布施就要有正确的观念，行善也是要有观念嘛，所以才说。爱心跟智慧要双轨并行嘛，也要有智慧，选择性的帮助人叫做着相布施啦。那虽有功德呢，但却是有漏的功德啊，这个就可惜了。那无相布施呢，也就是三轮体空啦，才是功德无量啦。那也有法师要盖庙、盖寺庙，那柱子上面呢可以刻上捐赠者的名字。这个就柱子的大家抢着要捐了，厕所没有人要捐了，那这个就麻烦了。那或是行善布施呢，过后都要别人的赞叹他、恭维他、赏识他，还有把自己的姓名呢喷在那个我要捐救护车，把我的名字喷在救护车上面了，或者我要捐一个学校的礼堂，那就把我的名字呢写在礼堂的那个上面，横梁上面呢。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些都是属于着相布施的。虽然也是帮助人但这样不好。无相修福呢，得清净的福报；无相修慧，得清净智慧了。所以呢，不能只是做好事，还要用智慧去做好事啊！也不能只是做好人，还要做有智慧的好人甚至要做有勇气的好人有原则的好人而不是烂好人的，这个就不容易了。好，第二题，有人问人人皆平等不分宗教信仰但为什么学佛要有进步就不能跑道场呢？
人人皆平等跟跑道场有什么关系啊？能把两个扯在一起也实在是不简单啊！两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嘛。那慈济没有说不能跑道场，要解释得很清楚，才不会错解如来真实意啊。有些人是从别的道场来慈济当志工的，这个应该说是那个寺庙说这个志工的，那个团体说这个志工的跑道场才对啊。对，他是从原来的道场来慈济嘛，是吗？如果是本来在慈济当志工的，那么还没有受证之前呢，有特殊因缘呐，那跑去其他的道场服务啊，其他的那个团体服务啊，那这也是他的自由嘛，一定有他的因缘嘛，因为他还在选择道场，他来什么道场他都去了解啊，这是人之常情呐啊，不能说这样，不能说他跑道场啊。所谓的不跑道场，是指受证过后。当证严上人在你的衣服上别上一个佛心师字，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字为己字。你有这个愿力了，你有这个发愿了，给你挂上这个牌子，警惕你受证之后就要一心一志，佛心师字啊。那希望你接受见习跟培训过后，对慈济修行法门有相当的了解了啊，你才会受证嘛。那受证之后。如果你要道业增长，或者从此呢心就定下来了，那落地生根，一门深入，这样才会有所成就了。这个是亲切的呼唤，温馨的提醒，没有说不行或禁止，没有这个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啦。要不要有所成就，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念佛法门讲一门深入。老实念佛嘛，那菩萨道也是讲一门深入啊，永不退转这个就是学佛所讲的信根。世间法讲的是广学多闻什么都去了解了，声闻缘觉就是这样，不是吗？那佛法跟圣贤的讲求的是一门深入，长期熏修啊，也就是说一心一志跟一个老师走一个道场，绝不到第二家去，也不听第二个人的，这样才是真正的信而有根如果说什么法门都想参加常常脚踏两只船，心肝乱纷纷这个叫做信而无根那这里有念佛也去，那里有法会也去，人家邀约来做志工你也去，广结善缘是很好，但是如果过头了，变成到处攀援，那这样就不好。不但不跑道场呢，还专攻一部经像慈济的法门就是专攻妙法莲华经嘛。那一经通万经通，一理通万理彻。所以学佛要进步，就要君子立恒志发心立愿，立下一个长远的志愿，而不是小人立恒志常常都在发愿。常常都在开支票，常常都是退票，这样都不好。所以要专心一事，不要多方从事一门深入呢，才会道心坚固了道理是这样子的好，第三题，现在人的生活圈子都是网购食物及网购日常用品很少出门见人，这样要如何去募信募款呢？其实网购是现在很多人的消费趋势跟习惯也是一种形态但除了网购之外，难道都不用出门办其他事情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提问者讲说很少出门见人，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隐居山林自我封闭这已经不是一般人的生活形态即使说疫情来的时候被锁在家里，还是要有时间出去买东西，还是有出门，不是没有出门而且那是短暂的时间而已即使退休在家，也是免不了要出门嘛。那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那几乎是天天要出门严重那疫情严重的时候在居家上班没有错，那这个也是短暂的时间而已嘛，不是长期的嘛。如果说年轻的志工有在上班那也算是处在人群中在上班的地方那也是人群如果没有上班的志工呢，那也总是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
或者一些左右邻居啊，联络感情啊，也可以去募信募款啊。这募信募款的这个途径很多了，那接引会员或者接引志工呢，就跟我们交朋友一样嘛，广结善缘嘛。有些你可以透过电话嘘寒问暖来邀约啊，有些久未联络的亲朋好友可以偶尔见面啊，聚个餐啊，叙叙旧啊，见面三分情嘛，再透过我们的诚恳加上善巧的关机斗教呢，来邀约嘛，都是非常自然又温馨的互动模式啊。成功的人是找方法啦，失败的人是找借口啦。所以有一句话说：有心要做事，事多也不难；无心要做事，事少也都难。有心要做事，大事也不难；无心要做事呢，小事也都难。有心要做事，事情做不完；无心要做事呢，一件也做不完。所以心是成败的关键。好，第4题，我本身是个生意人也是培训中的志工，要我捐钱还容易，但要我向朋友募款，感觉是向人家讨钱不知如何开口了，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请问这个要怎么去突破？这一题跟前面一题有点类似了但是解释的那个重点不太一样这位提问者说他是生意人那既然说自己是生意人，生意人也是要对外招揽生意，不是吗？要介绍自己公司的产品不是吗？那向人介绍慈济，或为灾民难民去募信募款，也是一样的道理更何况呢，你为事业去招揽生意是为自己但是为闻声救苦去募款，也是为苦难众生两者的意义是大不相同佛陀时代的弟子们也是要白天出去托钵化缘那晚上呢回到丛林共修调性。为什么要白天是外行，晚上是内修？为什么？因为偶尔出去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恶劣的在家众他不但不能生气还要心存感恩因为这就是修行的功课所有已受证的慈济委员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行菩萨道必修的课程叫做修于内，行于外内修外行叫做修行17、18年前呢，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为了要推动挨家挨户按门铃劝募会员，就好像那个摩门教的那个传教士一样脚踏车骑着到处去跟人家那个传教一样的那我们就要去挨家挨户，新加坡呢按门铃介绍慈济的接引会员那时候新加坡的干部跟我说：“哎呦，很难我们新加坡人很重视隐私的不喜欢被陌生人以这种方式来打搅啦有困难，大家都觉得有困难，没有一个说有兴趣的好，我们去做。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台湾已经推动一段时间了嘛。”去跟陌生人家里按电铃介绍慈济，这个要有胆量，要有，也要有一个胆识还有办法。那台湾已经推动一段时间，很有经验了嘛。我们在海外只是什么复制经验嘛，所以我就亲自带领干部们分好几组去不同区域的主屋，新加坡很多大楼嘛，那个主屋里面去按门铃当然有些家庭会婉拒，跟你也不熟，陌生人以为你是在推销什么产品的推销东西的人家就会婉拒嘛。但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对慈济志工很友善，因为我们不是推销产品，一看就知道了嘛。这个是慈善团体的人尤其是慈济的人他们对慈济也是都了解嘛。这个不是在推销产品的，对我们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很友善，大部分都很友善一段时间过后，我们又回来心得分享，大家好，你那一组碰到什么问题，碰到什么法喜我们这一组碰到什么问题，大家来交流嘛。大家都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也都很开心，能突破自己本来认为不行的好像看起来是不可能也不敢结果踏出第一步之后，突破超越跟突破了那这个大家都分享得非常开心
所以那时候我就用静思语呢来鼓励大家，这个就是以前上人走过的路，现在我们来体会这条路。我就跟大家分享静思语嘛，困难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啊，没那么困难了，你踏出去就不困难的了。所以困难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啊。还有另外一句，这很早以前的静思语了啊，但是常在我心的，叫什么？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碰到烦恼是方法不对。所以当你碰到困难、碰到烦恼的时候，你就要把这句话拿出来用。哦，困难不是真的很难，是我克服困难的能力不足。碰到烦恼啊，我说我方法用错了啦，啊，不是爱拼再赢，以前讲过嘛，是拼对才会赢，拼对，方法用对才会赢嘛，意思是这样子嘛。哇，大家都深有同感。其实呢，自己发心捐款来助人叫做自度，自己启发自己的爱心。那出去入人群，去启发别人的爱心，也来行善，这叫做度他，去影响他嘛。对，两个自度度他，双轨并行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内修，一个外行嘛。刚刚讲的嘛，都是修行嘛，也是《开经记》里面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所以这个真实义的意思就是说，法中蕴藏的真理叫做真实啦。真实义就是必须有内修跟外行，有自度跟度他，才叫做真实义的。缺一个就不能叫做真实义的啦。意思是这样子的。其实慈济不只是在台湾啊，在全球获得很多国家政府的高度的肯定。现在更是联合国慈善咨询理事会的成员，我们常常要参加联合国召开的会议所以对自己的团体要很了解，也很有信心，你才能够向别人介绍就好像一个产品你必须自己先用过嘛，也觉得不错，好用哦，你这样才有可能在向别人介绍的时候有说服力啊。你自己没有用过，你怎么跟人家介绍？那个讲出来的话就没有力道嘛。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佛家所讲的对自己的法门要有信心，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变高手，这是很多人的经验好，第5题，做志工或者做慈济，真的需要完全投入吗？我有时也想放松去旅行。这个是志工提的了可能也是长期投入志工之后，觉得哎呦，做很久了可能也蛮累的需要找个时间去放松一下了其实有家业或事业的志工偶尔有这样的念头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啦因为我们不是出家人在家就是有家业、有事业、有家庭、有孩子嘛。但我们要了解，不是去旅行才可以放松。那旅行回来怎么办？对，那做志工也是可以放松当组长、当领众者、当负责人，也是可以很轻松自在的领众轻松自在的投入当志工为什么？因为可以有责任，但不必有压力。这个就是理念要随时随地都可以放松，不是去旅行才可以放松这个道理跟静坐一样要随时随地都可以静坐，不是跑去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森林里面才可以静坐，这样才是正知正见修闲虽然可以让身体很悠闲，但不一定能够让心灵很清闲。如果你要事烦心闲这个烦是这个很繁重的烦，不是烦恼的烦事情很繁重的意思啦如果要事烦心闲，悠闲的意思，或清安自在呢，就要懂得调心，而不是善心。善心不能说是不好啦，很多人都要去善心不是吗？不能说不好，只是比较不究竟调心为主啦，善心为辅啦这样讲就比较圆融一点那其实究竟之道就是调心不是调薪水调自己的心调心善心呢是治标，调心才是治本
放松去旅行不是说不好，但必须透彻一个道理啊，最美丽的观光景点不是在旅游区，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心中有好山好水啊，叫做好风水啊，就是心灵风光啊。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很重要，如果家里孩子还很小啊，假日或假期要陪伴孩子去旅行或休闲，这是人之常情啊，也是家庭的天伦之乐啊。这个时候，如果说我要做慈济啊，我要做志工，当借口置家庭时间这种天伦之乐于不顾，这样就不对了，这样就是顾此失彼，本末倒置啊。本分事没有做好，啊，这样会让做志工或者做慈济呢被污名化了。你看那个人就这样做志工做到最后家庭都不顾，爸爸妈妈老了也不顾啊，变成这样子，啊，这个会被弄巧成拙了，啊，就是不圆满了。好，要家业、事业、志业面面俱到，抓到很好的平衡点，一切无碍才会圆满了。那刚刚问到说，至于做志工需不需要完全投入呢？这个要看个人的因缘啦，勉强不来了。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有些人时间有限，他只能承担少部分的工作，志工工作了，啊，这是好过什么都不做了，对不对？有的人呢，福报够，又没有后顾之忧，或者是退休了，所以他可以完全投入嘛。那有些人虽有家业、事业，但是还是勇敢承担志工工作里面的重任哦，承担什么组长啊、什么副执行长啊都有啊，家孩子也是很小啊，也是有家业事业啊，但是他还照样承担啊，这是不求工作减轻，但求力量增加的愿大力大的人呐，这样的志工是更不简单的。但是证严上人曾经说不管你投入多或少，不管投入是多是少，即使只是参加一个活动，只要能守之不动，都算是好功夫啦。专注，刚刚不是讲专注一事吗？也是这样的意思嘛。但是有很多人是可以承担一人半年好几脚啊，那个也是不简单的，对。虽然呢，志工工作有时候会很忙，但这个是身忙心不忙，身累心不累。这个志工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不是人家强迫你、勉强你去做的事情，你做得很欢喜嘛，做得很欢喜就会身忙心不忙，身累心不累了啊。身累的话，躺下去睡一觉，隔天起来又完全就不会瓦凉啊，还是一样很力大无穷啊。心是关键嘛，好，那这个会让我们从开始投入之后的生活有寄托，慢慢提升为生命有解脱啊，从有为开始进入无为了，从方便开始进入真实了，这是心智成长的喜悦了。佛法上叫做开权显实啦，方便走入真实就是开权显实嘛。所以时间能够成就一切你志工投入的时间越多呢，这学习及成长的机会就越多这个需要懂得自己呢，用智慧来安排时间呢。好，第6题。我想推荐一位志工报名见习是先见习培训再受证的，是这样，程序是这样子的就我想推荐一位志工来报名见习，但他是卖肉的小贩我不知该如何劝他不要再做这种杀业的行业了我可以让他先见习，通过课程慢慢让他懂因缘果报，再劝他转述，这样可以吗？其实这样是正确的做法啦，循序渐进嘛。以前我们常常讲佛法是讲因缘重次第，没有捷径，也没有那种立竿见影的事情的，一步一步来。要卖肉的小贩立即放弃他赖以为生、养家活口的行业，也是要看当时的因缘也就是审时度势，慢慢的陪伴关怀，跟他结好缘。经过一段时间的铺陈跟酝酿呢，因缘成熟了，自然水到渠成了。传法或用法也是要观机斗教，应缘说法，要看人缘、时缘、地缘
可以积极，但是不要着急，操之过急呢，反而会欲速则不达了，会弄巧成拙。如果说他愿意参与这个见习是最好嘛，代表他是有心也有缘嘛，他想学习啊。那课程中的许多正信或者因果观念，自然会让他呢有所省思啦。我做这个杀业行业，这个杀生的因啊，我的果是什么啊？他会去反思嘛。如果他不愿意来见习啊，找很多借口我们就透过陪伴跟关怀这个线不要断掉不露痕迹的灌输他因缘果报的道理，不露痕迹不费周章不要太刻意刻意他就反弹你就叫来来改变我的，他会排斥。这不露痕迹，很善巧的，时间一到，因缘成熟，自然会看到净化人心的成效了。其实像这种放弃杀生行业而改行的真人真事非常的多了，非常的多，而且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么不可思议呀？陪伴他好几个月，那个卖肉的马来西亚，最后他改行了，也是很不简单呐。刚开始人家还排斥他，哎呀，我在做生意，你在那边干什么？他就是死缠烂打的啊，最后被这个卖肉感动，哇，哪有这种人呐？但是他讲的话对我有帮助讲的都是人生的真理耶，慢慢他会多少会听进去啊，这个也要有这种精神人才有办法，那这个也可以用善巧让他观赏了一些大爱台的报道。你说我刚刚讲很多国家有这种把杀生行业改行的，改成正业的，很多这种的人的心路历程的，大爱台都有报道这个也是会有启迪的作用，可以请他去看大爱台也可以。现在大爱台很方便的嘛，马来西亚各国都是一样啊。好，第7题，有一位师姐，她很喜欢买很多的水果跟花，不但供在佛桌上还放在佛堂的四周。他还说供花会变庄严供果会福报好啦。但是我跟他提醒过不要这么样迷信，但他还是改不过来，要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在每个道场里面都有这些问题，因为他很会插花嘛所以他很发心在那个佛桌上供花，都是他负责在插花，插得很漂亮的有时候他不只是插很多花在佛桌上，有时候刚刚讲嘛，对，佛堂四周都放他的花嘛，有的还会很刻意把他插的花很靠近佛像，很靠近，让人家知道，这个花是他插的其实这个怎么放，它有一个正确的比例位置嘛，对，他就在故意靠近的佛像这样子也有这样的志工了那佛寺里都会有常住的出家众呢，在指导一些事务啦，佛事佛庙佛事啦，但是慈济的会所或者各地的进士堂就没有师父常住了。但是不管有没有常住了只要是正统或正信的佛教的道场呢，佛堂或佛桌上，它自有一套正确跟庄严的摆设这样才能有庄严肃穆的情境呢。其实这也是一种道场的一个礼仪也是规矩任何的在家居士都不该喧宾夺主，肆意妄为，这个也是对道场一个尊重。这个佛堂不是你一个人的，不是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大家都跟你一样这样子的话，那佛堂变成什么样子，对不对？这样子的话，这佛堂怎么会有庄严的情境呢？你放你的，我放我的，大家都认为放花会庄严供果会有什么福报这样的话，这个变成一个不是一个修行的道场了嘛供花或供果虽然也是对所供之佛的一种礼敬，但如果呢心存供花会变庄严，供果会福报好这样不但是知见错误呢，还落入有所求。还没有插花还没有供果之前，心已经起这种有所求的念头了造成呢你所做的这些佛事跟善事呢有对价关系，这样就不好，心变成有所求的心念就不好就好像说有人认为这个烧金纸会保平安发大财
而大烧金子，这样就是迷信。你不但浪费钱，还污染空气，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总而言之啦，既然我们来学佛，我们就要学习佛知佛见跟正知正见，要摒除我知我见跟妄知妄见。那邪知邪见那更不用讲了，更不能有啊。同时还有什么？礼敬三宝，护持三宝，不但礼敬他，还要护持他，这是在家居士的责任呐。因为佛法是在恭敬中求啊，对这个佛像、对这个佛堂要有恭敬心，这样才不枉费来学佛啦。所以将这样的道理呢，婉转的向这位师姐好好去说明，因为他也是学佛的人嘛，相信他会听得懂啦。好，第8题，为亡者诵经做法会或做皈依啊，这样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吗？这个以前也是有问过这样的问题的哈。我们在那个直播里面也是讲一些这正信的这个道理哈，跟这个都蛮类似的啊。不过今天的解释内容也不太一样哈。我们先讲皈依啊，皈依就好像是去学校读书就要先注册嘛，你没有注册就不能，没有注册不可以啊，要先注册啊，对。那皈依就像注册一样啊。但如果你只是注册而没去就学，这样会有学历跟学籍吗？当然没有嘛。就好像你皈依这位法师，但却没有亲近这位法师去信受奉行，去学他的言教跟身教，这样你皈依再多的师父也是枉然呐，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临命终时的皈依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是让这个生者或者家属呢结一个安心的缘而已啦。他至少这辈子没有佛缘往生临命终时已经陷入昏迷了让他皈依佛教，好像至少往生之前圆满他皈依的这个愿望啊。那这个意义已经不大了刚刚讲是结一个安心的缘意义已经不大了。至于为亡者诵经做法会超度依正言上人的思想来解释是这样很简单的一句话，请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简单就是这样子把很深的经文化成口语化的这个道理强调的是什么？靠自己生前的亲手遍布施，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个人吃饭个人饱啦，你不可能帮我吃饭嘛。对，简言之是靠生前自己做，不是靠死后别人念生前很会念的都还不一定可以保证可以往生何况是死后呢，要靠别人念或靠别人超度生前无恶不作，死了以后才来诵经超度，让他往生极乐世界。各位想想，有这样的道理吗？为什么？因果定律是自然法则，是亘古今不变的真理没有人可以违背的在家居士如果就要帮人家助念也是只能助念佛号，不是帮人念经在家人自己还是一身的业障，要如何去替人家诵经超度，帮人家消灾呢？在家人替人家诵经超度，反而增加自己的业障这个就是正知正见。如果这个亡者生前没有学佛，也不肯念佛，都没有佛缘，即使我们在他往生后，我们在那边帮他念个3天5天这个亡者也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都没有往生的资粮，怎么往生你要搭车子也要买票对，要有那个资粮要那个媒介都没有，你怎么去往生呢？对，不是往生时靠别人念一念经，或者花钱请人来超度就能请佛菩萨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样而是要靠自己准备往生的资粮长期的准备有学佛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嘛。
其实呢，人往生后不一定都会在49天内往生，不一定。有些人是49天内往生，有些人是49天后还不能往生。还有一种是什么？立即往生，念都不用念，什么都不用。例如什么？生前学佛，生前行菩萨道，这2种人是靠愿力往生的。生前广行大善，生前无恶不作，这2种人呢是随业力，一个善业一个恶业嘛，随业力往生的。这个4种人是死后立即往生的，不用在死后大做文章了。生前无恶不作，死后怎么超度也是入三恶道了。生前的成绩单都已经摆在那里的，阎罗王一看到马上就判了，不用再等了，很容易判。那依慈济的法门来讲呢，正言上呢是这样子认为最好的超度是什么？是生者心安，亡者灵安呐。怎么做让那个灵堂很庄严、很肃穆、很安详。那这个时候，生者看到我们往生的人的灵堂有这么多人来助念符号悠扬心能够安下来生者心安，亡者他可能神识还在很灵安能救回来的如果说生病了或临命终了，能救回来的那是本来就命不该绝了。那叫不回来的，你昏迷了嘛？叫不回来的，我们就祝福他，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到他。我们不是否定往生后的念经跟超度，我们不是这样，不要误会举个例子来讲，大家都会更清楚没有努力打拼，事业一定不会成功。但是有努力打拼呢，事业虽然也不一定会成功，但是还有一点成功的机会嘛。对，你有种那个努力的因嘛，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能够不是这样子而能够舍方便取正直直指人心那就更务实了。什么叫直指人心？更务实不讲方便法了，直接走真实法死后靠别人念，不如活的时候靠自己做。我自己是重生不重死啦，死了以后也不必大做文章。我自己的，我的愿是什么？往生后做大体老师，化无用为大用。只要一往生，换上慈济制服，直接就送慈济大学的大体储藏室。哪有时间给别人助念呢？没有时间。我爸爸妈妈也是没有时间给人家助念，我们自己家人自己念而已啦。因为时间很急迫。有人说往生后8小时，灵魂脱离躯体好像是乌龟脱壳一样的痛苦。但是对发大愿要做大体老师、舍身菩萨而言呢，往生之际就是他的愿成之时他想做的事情是心想事成，心愿达成是欢喜的事情，怎么会是痛苦的呢？对，我爸爸妈妈都是大体老师往生后不发讣文，不办公祭，不收白包，没有8小时助念，不设灵位，虽然没有死得很隆重了，但是活得很精彩。我们全家大小皆大欢喜，这就是正言上人的教诲我们依教奉行。好，第9题，我大习气有改了一些啦，但小习气还是很难改，特别是在家总是爱发脾气，发完脾气后自己也知道不对，但就是一再的发生，改不过来，要怎么办？这个其实这种问题是在我们人群中很多人都有这种问题，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有这个问题对，要怎么办呢？对，所以有时候讲给别人听，讲给自己听自我回向自我警惕了。照这位提问者的口吻来分析呢，他说小习气很难改，接着又说在家很爱发脾气这样把它推论起来这个爱发脾气应该就是他所说的小习气啦。爱发脾气的小习气很难改了，但是他没有讲大习气是什么。他说大习气有改一些，大习气是什么我不晓得，还有比发脾气更重大的习气，他没讲，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位提问者有个优点，就是发完脾气后
自己知道自己不对，这个叫做什么？自知之明啊，这个也算很清楚的人啊。这样子的人呢，佛法对他有办法啊。虽然你有这样的习气，但是佛法对他有办法。不过话再说回来啊，如果每次都要发脾气，发完之后才知道自己不对啊，却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啊，这样有自知之明没有错啦，有自知但却没有自省，也是很辛苦啊，也是不行啊。没有自省，他对自己啊有自知之明，但是你知道，但是没有去反省、去改过来啊，去改善它，没有自省的，这个也是很麻烦的。所以缺少自省的人呢，有4种现象。第一种，死不认错啊，明明自己错了，他死不认错啊。第二种呢，心认错，嘴巴不认错。第三种呢，心认错，嘴巴也认错，就是不改过。第4种是最惨的，一边认错一边犯错啊，这是缺乏自省的人有这4种现象。那脾气不好也有4种人脾气不好。第一种发过脾气之后才知道自己脾气不好就像这位提问者就是第一种人啊。第二个呢，还未发脾气就知道自己脾气不好，长期以来都有爱发脾气的习惯嘛，自己很清楚啊。第3种呢，发过脾气之后还不认为自己脾气不好。第4种呢，经常自己爱发脾气，但都说别人脾气不好，都用肉眼去看别人，自己都很容易原谅自己，不容易原谅别人，就这样子。这位提问者发完脾气后呢，明明知道不对，但就是改不过来。我知道这样子不好不对，但是就改不过来，这个就是业力啊。业力很难挡啊，愿力有时候可以 cover 这个业力啊，可以胜过业力啊。但是如果业力太重，愿力太小，没办法，发了愿也是没办法。如果愿很大，业力很小，这个是可以愿力抵消业力，这个还可以啊。所以呢，很难改，是因为业力嘛。所以佛陀才说众生习气刚强难调啊。以前我们讲过嘛，佛陀的10大弟子每一个都有习气啊，对啊，这是习气使然呐，习气也是一种业力，所以习气现前就是业力现前，业力受业力的牵引的，对，无法掌控自己，无法自我控制啊，就是刚刚的提问者就是这样子啊，控制不了啊，发了脾气之后才知道不对了，但是发的时候都控制不了，对吧？所以爱发脾气的人呢，追根究底是什么？经常看人或看事情不顺眼，用肉眼看人，常常看到缺点；用慧眼去看人，常常看到优点，差在这里。所以他常常看到事情的不顺眼，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就很容易动怒了。其实脾气来了，福气就走了，因为业力来了嘛。而且呢，过分的愤怒也会让人呢孤立无援哦。一个爱发脾气的人常常会陷自己于孤立无援啊。大家不敢靠近他，因为短暂的发疯啊，谁敢去靠近发疯的人，对不对？佛陀曾经将愤怒比喻成什么？空手要去取火红的煤炭呢，想要什么？丢向让他愤怒的人结果呢，未能烧他，先浇己身自己呢先被烫到。以上所讲的这些道理呢，要先深入去体会，再痛下决心来改脾气。虽然是习气、脾气都难改，但还是要决心来改，因为你不改，你就会到处跟人家结恶缘，然后你一发脾气，脸色就很难看，面色很难看，面相都不庄严。所以我们反复常常说，哎呀，我改脾气哎呀，这是不可能的啦，我改很久改不过来啦，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常常讲，
佛说法无定法，凡事都有可能。我们说啊，我改不来了，改好久改不来，我没办法。佛说心中有佛法，行中有办法。佛说人有20难，但正言上人说，只要有心就不难。任何事情都是从一个决心开始，有决心要改，这一切都不难了。好，我们今天晚上的大哉问讲到这里。好，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啊！也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感恩大家，再见。